出動了155架的軍機，只為了營救一位飛行員，而且是差一點被全滅的。這個時候任務已經進行了3小時了，差不多了，快完蛋了。中情局馬上從科威特調 DHC-8降落，發現雖然是泥土路又有沙塵暴，但是他們可以執行任務。然後美軍趕快把所有的人啊、裝備啊，通通都塞進了這2架。DHC-8最多只有2個小時，80節民兵已經到你面前了，是千鈞一髮把人給救回來。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來特別關心的議題就是這一起救援行動了。堪稱像是電影情節一般，一共是根據川普的說法，出動了155架的軍機，只為了營救一位飛行員，而且是差一點被全滅的。是這樣子嗎？來自於專家的說法。另外，今天也會關心到的是，川普已經倒數下最後通牒了，他說要開啟地獄之門。今天節目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現在其實正式的進入到倒數計時了。原因是川普總統當時大家還記得嗎？在4日的時候，他曾經下了一個最後通牒，他說6日前會跟伊朗完成協議、完成談判。4月7號就定為是最終的期限了，威脅說如果你這個伊朗啊不開啟荷姆茲海峽，他還爆了出口說快打開荷姆茲海峽，你們這些瘋子，要不然他就要開始持續的轟炸，包括了石油，還有炸他的電廠跟炸斷他的橋梁等等。針對於伊朗的針對於川普的嗆聲，伊朗則是強硬的回應說，地獄之門我們也為你開啟了。但真正的問題是，美國真的打得下去嗎？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光是過去1個月，我們看到的是美軍接連，尤其在空戰上面出現了非常重大的戰損。統計一下，包括了 F-15、F-15E、KC-135加油機、E-3預警機，都讓美國的制空神話現在開始鬆動。尤其今天我們要帶觀眾朋友特別再追溯一下，在4月3號發生的這一起救援行動，當時是一架 F-15E 被擊落。川普表示，這一起行動當中，雖然這個飛行員已經被救回了，但是美軍當時一共是出動了155架的軍機，這當中包含了轟炸機、戰機、加油機等等，來各路的做緊急的救援。回顧這一場驚險的行動，也有專家直指，其實美軍沒有這麼厲害，他們是差一步就可能被全滅的。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其實今天細節才逐步的出現，有關於這一起救援行動的所有細節，我們今天會做一次比較詳盡的一個分析。當時飛行員他在逃離在飛機掉下來，在逃離現場的時候，他是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山區，自己一個人徒步逃亡，逃的時間長達了10個多小時，才透過定位之後被鎖定，也就是被美軍給找到。美軍在這個時候找到人之後，就是立刻出動了各路的戰機，還有B-1的轟炸機，火力來壓制在它附近的現場。最後，美軍是用煙霧彈來標示這位飛行員的位置，並且讓特種部隊下來深入到敵後來做營救。但是沒有料想到的事情是，這運輸機到了地上之後，卻因為沙塵無法起飛，美軍只好再調其他的運輸機來救人。那只好把原來這個沒有辦法起飛故障的運輸機是炸毀，以免技術外洩。現在根據了解，撤離當時其實是非常緊張的。伊朗的部隊逼近到現場，只要再慢一點點的時間，可能是幾分鐘，可能是1-2個小時，美軍就可能會全軍覆沒了。這是來自於專家的最新的一個說法哦。那麼任務雖然是完成了，但是我們看到美軍付出的代價可以說是極高的。除了戰機的價格非常的高昂之外，我們看到伊朗的山區現在也出現大量來自於美軍戰機的各式殘骸。伊朗宣稱了，他們只用了這種肩射的飛彈就擊中了美軍的飛機。雖然說伊朗後來他們的發射單位也遭到反擊給殲滅了，但是美軍的戰損可以說是非常重的。伊朗也說了，美軍還損失了包括 C-130運輸機跟黑鷹直升機等等，但是這消息沒有讓美方這邊證實過。以色列方面則是出動了，這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可能有包括了翠鳥跟他們的另外一支疑似呢，都是他們的非常重要的戰隊來出動，一起來做營救。那麼伊朗方面說，美國搜救飛行員的行動恐怕是騙局哦，目的
除了救人之外，可能還有要竊取濃縮鈾，真的是這樣子嗎？我們看到，為了救一名 F-15的飛官，美軍出動了155架軍機，傳出以色列剛剛提到的2支特種部隊也出動下場了，但是最後卻是以這種肩射飛彈就可以被鎖定，代表美以的空優已經沒有辦法掌握了嗎？幹哥來帶我們看這一起像電影般的救援行動。好 ，OK， 一切都是要用錢堆出來的这個非常危險的營救行動，為什麼這麼說呢？好，我今天要先跟各位講，就是說特別帶來了3架飛機，但是呢，先要從 F-15的故事開始講起，就是這架 F-15它可能是被伊朗的巴斯捷民兵的肩射式飛彈，就是 SA-7啊這種肩膀抬着就可以發射的這種飛彈的射擊高度非常短，只有幾公里而已。所以相信這一架飛機是在低空盤旋的時候被擊落的，這非常有可能，因為伊朗的 S-300哈，就是那種精密的高級防空系統，可能早就已經被美軍摧毀了。所以這次這一架由上校飛官啊，叫做 Morgan Loss，Morgan Loss 他是第4飛行中隊的中隊長啊，後來他晉升為連隊長了，但是他還在飛，他還是上校。所以你看到阿湯哥當了上校，他還在飛飛機哈，那個不是就說好像是電影情節，但事實上在美軍之中是常常會發生的。為什麼？因為他還執行戰鬥任務。Morgan Loss 他有3000小時的飛行時數，其中有1000小時都在打仗，可見得這個人經驗豐富。所以這次營救成功，很重要的是他知道怎麼逃生。他在學校裡面，他不是被教的，他教人的，教人怎麼求生的，這是充分體現的。所以這架飛機，它在這個被擊落之後，它彈射逃生。這架飛機有2個飛行員，他是後面的武器官，那前面還有一個就是正駕駛，正駕駛很快就被救回了，副駕駛就是他，就是坐在後座。那他彈射之後，你知道他在哪裡？他在伊斯法罕的南部跳傘降落了。美軍這時候馬上出動 B-1， 為什麼？開始聲東擊西，說不是，他不是掉在這邊，他是掉在更南的一塊地方，然後開始進行電子干擾，然後民兵部隊就以為說他是掉在比較遠的地方，因為他們沒有電子裝備，美軍已經先進行了很多電子干擾了，讓什麼？讓你不知道它確實的地點在哪裡。但是這個時候，飛機只要一墜毀，它的求生定位信標就開始發射信號，發射總共連續，就跟我們 F-16要是不幸墜毀的時候，失事的時候會發出72小時的求救信標，那個求救信標就一直傳回哪裡？傳回美軍的中央司令部。這個時候馬上下達決心跟指令，為什麼？這位摩根·洛斯一定要救回來，他是教官，他將來要晉升少將的，所以一定不惜任何代價要救回來。於是派出了我現在手上拿的這架飛機，其實比實際上的飛機實際上飛機要來得大得多了。這叫 C-130立式型運輸機。立式型運輸機派了2架，叫 MH-130 MC-130。它是大的飛機，它可以進行空中救援以及緊急運送物資到前線的，它可以載12噸物資。所以這一架運輸機，它帶了各3架，就總共6架小鳥什麼？小鳥搜救直升機叫 MH-6然後到了現場之後，它放下了小鳥，然後這一架黑鷹叫做 HH-60，它也到了現場去。所以美軍的作業，它其實是有一個同步的，就是說我主要是要把所有的裝備都運回來，但是這個比較輕的黑鷹直升機是在差不多2000公尺，也就是7000英尺的高空，開始針對着求救信標的訊號位置開始搜救，然後呢，小鳥直升機也開始搜救。美國在搜救的時候不是派1-2架飛機去，他會派一整隊的飛機，但是所有這些行動，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所以我剛才講到伊斯法罕就是伊朗儲存那個鈾原料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覺得這個名字非常熟悉。對，沒有錯，就是因為這樣。所以當他開始進入到伊朗的領空之後，他降落的時候發現都是泥土路，而且他們遇到了沙塵暴。其實說一句實在話，行動很成功，已經找到了這位上校，然後用這個MH-6的小型直升機已經載他回來了，
然後整隊人回來的時候，發現飛機飛不起來，就是這一架 C-130，它完全沒有在不整地上面起飛，怎麼辦？嘗試運用各種方法，要把泥土給弄平、挖起來，然後可不可以短場起降？最後宣告放棄。这個時候，任務已經進行了3小時了，差不多了，快完蛋了，怎麼辦？中央司令部馬上得到中情局，因為整個行動都是中情局主導的，中情局馬上從科威特調什麼飛機？調 DHC-8，叫加拿大特別製造的一種輕型運輸機，派了2架過去。就這樣，結果那種飛機在降落之後，因為我實在沒辦法帶那麼多模型來 ，DHC-8一降落，發現雖然是泥土路又有沙塵暴，但是他們可以執行任務。然後美軍趕快把所有的人啊、裝備啊，通通都塞進了這2架 DHC-8，這是中情局特別為這種任務所準備的，然後就順利脫險。其實只差聲敏剛才講的，最多只有2個小時，80節民兵已經到你面前了。是千鈞一髮把人給救回來，這就是整個過程。然而，剛剛有提到這架 C-130特戰運輸機價值1億，去了2架就損失了2億，因為他們要離開的時候說把它全部摧毀。為什麼？如果不摧毀的話，就會變成敵人的資產。F-15一架價值1億，這次出動了155架飛機，損失了2架大運輸機、6架小直升機，現在總共還有加上 F-15的損失，就是一個行動就花了10幾億美金。所以我們必須要講，就是說整個行動你現在看起來是成功的，但是對於只有美國像這樣的國家還能夠執行這樣的這麼複雜而高危險性的行動，說句實在話，那接下來呢？如果接下來你真的要進攻伊朗本土的話，你還要損失多少？我幫美國打了這個算盤之後，我還真的覺得不值得。而且你將來會花更多，會讓美國人更對這件戰爭會感到反感，而造成川普的不被信任的。好，這個救援行動對美國來說其實壓力蠻大了。為了救一個人，出動了155架戰機，戰損現在光是這個戰機的部分超過了10幾億美元哦，而且還被專家說這當中是不是有一些僥倖的成分？因為剛剛剛哥也幫我們特別提到，在撤離的過程當中，其實民兵只差可能幾分鐘，甚至到這個1、2個小時的時間就可能被鎖定。所以這樣的一個問題有沒有所謂僥倖？那大使又怎麼看？那另外就是說，川普已經喊出了7號就是地獄之門要開啟的時刻。如果伊朗還不能跟美國達成一定程度的一個妥協的話，那麼就會針對於他們的民用設施等等來進行打擊。他真的敢這麼做嗎？大使怎麼看？當然，這次營救行動啊，對於救人方面，他是把人救回去了，可是他其他方面損失是慘重。那伊朗一直說這個地面交戰的時候啊，有美軍陣亡，而且有這些燒焦的屍體啊、相片啊，美軍不承認。那伊朗說至少有5名，因為這些海軍陸戰隊特種部隊或者說是這些傘兵部隊啊，他們降在那個機場以後，事實上有跟當地的事實上有交火的情況，還有交火的情況。可是你知道這些降落在這個廢棄機場裡面這個部隊200人左右啊，那事實上很容易被包圍，那所以他們怎麼維持他們安全？其實最大的安全是靠空中的力量。美軍在那邊把那個往那個機場附近路全部炸掉了，都是從這個空中的那個他們公布的照片，那一條路上幾乎每80公尺就一個彈坑，一個炸得很準，把那個路全部毀掉。所以另外一個所有增援的要去這個攻擊這個美軍這個特戰部隊的這個伊朗，不管是國防軍還是這個革命衛隊都在遠距的時候就被怎麼樣？就被這個空中的武力把它壓制住了。所以他們爭取到時間，在那邊還可以等待那個小鳥直升機要去把它救回来。這個時間是。那當然，這個後來伊朗的外交部發言人叫巴加埃他出來這個說明，他說這個事情沒那麼簡單。他說這個被救的人質離這個美軍降落的地方有150公里，非常的遠。他為什麼要選這麼遠？那就變成就是說，因為他在那個省跟這個他們就有這麼遠，可是這個降落的地點呢，離伊斯法罕
伊朗的所有這個核設施的這些不管儲存研究實驗室都在這個地區只有35公里。所以他們認為他們事實上是真正的目的想要搶奪那個核設施，可是呢事後是沒有成功啦。那不過救人方面他是做到了。那就是說這個談判如果不順利，雙方會不會敢真的打開這扇門？就是川普要開始說這個是橋樑地獄，又是什麼這些發電廠的地獄，會不會打？那看起來可能不會大規模的打。如果說沒有達成協議的話，可能是炸1-2個吧，因為他也炸了橋了，橋也已經炸了一條，不是沒有炸，而是他這個說我要開炸，川普這個做法一定是這樣，開炸，然後就慢慢一個一個炸，他不會全面性的，全面性這個戰爭就全面擴張了。而且現在就是說，美軍事實上他的這個制空權現在有點問題了。那當然原因很多啦，你看他這個 F-15E 這個飛機是很先進的，這個飛機飛得又快，載彈量又大。那麼裝備都是最新的，還被擊落，所以我覺得川普的做法的話，即使要打也是小打。好，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教上這個，因為剛剛大使也特別提到的是說，美軍也有可能是要竊取濃縮鈾，那伊朗其實也指控這樣子的一個事情，那你又怎麼看？這次花這麼多的軍機，那麼大的規模去救一個飛行員，在早間新聞剛出來的時候，我就在想。應該是這個飛行員的背景就沒到就是說一定是什麼誰的權威人士。當然，剛剛有提到他整個本身的軍功或包括他的軍事經歷還是很特殊的，確實還是值得救。可是問題是值得救沒錯，但是你100多架飛機各類的去救，這個真的不成比例啦。這個而且這種風險性的戰略性真是沒有道理。所以其實後來馬上這個全世界所有的戰情分析都冷靜下來，就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有可能就是為了剛剛講核設施或濃縮鈾。我們現在知道，在美國跟以色列在打伊朗的這個核心目的跟最後目標是不太一樣的。美國無論如何最後所把持的一個點，雖然最新都在放狠話炸什麼橋樑，可是這不要忘了最原始之初合理性從美國當中出兵的就是為了它的核設施。它叫斷絕伊朗本身的這個核武器的部分的能力，所以我們看這次這樣子的規模，確實比較符合是不是要摸摸底，或者是真的就順勢就真的來攻整個有關核設施核廢料的問題了。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在伊朗的部分核設施核廢料距離那個美軍所在的地方確實不遠哦，而且至少部分其中一個部分，而且知道這些如果涉及到濃縮鈾要取得的話，它可不是小貓咪空降部隊抱着就走，要有防護衣，要防包括所有的這一些包括這一些的這個各方面的放射性的部分元素，而且在裝運乃至於剛剛蛋哥特別提到這個135哦，對，他們其實413洞是改良的413洞，已經算是很 OK 的135洞，所以它在各方面的部分是一旦如果真的有機會拿到，無論是濃縮鈾，無論是核設施當中要破壞要帶走的部分，我想最主要是濃縮鈾要帶走。那這個部分，我覺得這次413洞的出現在這裡頭的部分，除了救人之外，是更合理的。所以講現在其實在這場戰爭接下來打下來，大家都有各自的目標。狠話雖然狠，可是呢，現在因為談判當中也透過中間者繼續在談。真正的最後的主導權，我們還是得要看大家各自尋求的目標。現在呢，其實川普就要一個勝利，拿掉核設施。以色列還是希望你把伊朗人毀掉最好。但是現在伊朗它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軍事、輿論戰、外交戰、荷姆茲海峽這邊的，包括金融。包括的這個能源戰，它已經有多方面當中多層次的在進行了，不是美國的一句話就可以把它嚇倒的。觀眾朋友，今天趕快來關心，川普現在豪賭他要奪的就是核行動，但是現在恐怕會被全部殲滅掉。今天我們會來看到川普他的核行動恐怕會面對的7大難關、致命難關有哪一些呢？那麼美軍會不會重演當年的黑鷹計劃失敗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這一場中東戰火延燒到現在，川普可以說是內外交迫，但是現在似乎正在醞釀一場是連美國軍方恐怕都做不到的任務。來自於華爾街最新的披露，川普現在
正在考慮的就是一個極端的選項，他可能接下來要派出特種部隊了，要做什麼呢？深入伊朗的境內，強行奪取大約是達到450公斤的高濃縮鈾，這麼難度高的一個行動，我們來看到是需要長時間佔領跟撤離的一場地面戰，連美軍退役將領這一位是沃特爾也很不看好，他說這並非是能夠速戰速決的任務。為什麼說非常的致命呢？我們趕快來看到，對於美軍來說，要奪取這些核設施、核濃縮鈾有7大的致命難關，一起來看。首先第一關，你要進去的時候，總要有突破吧？你在空中的時候，就可能直接被打下來了。面對的就是伊朗的防空飛彈，還有它的無人機可能做攔截。會不會美軍在第一關就被打落全滅了呢？再來看到的是，接下來你要登陸的階段，但是你沒有建立好安全的落點啊，臨時搭建的這種落點也需要數天甚至數週才能建立好。接下來第3關，你必須要進入到安全落點之後，佔領當地的戰場。但是呢，你成功降落之後，特種部隊你也要確保這周邊是安全的吧，因為你一旦到了地面，你要面對的就是來自於伊朗的正規軍、伊朗革命衛隊還有民兵的全力反擊，在這個階段就可能造成美軍非常嚴重的傷亡。緊接着來看到，就算你真的登陸了，但是接下來你要面對的是他們的地形啊，裡面有許多的瓦礫跟陷阱的地域，濃縮鈾藏在這麼深的一個地底下跟廢墟當中，你要怎麼進行挖掘？還有你要怎麼進行排雷呢？再來就是說，好，你真的如果成功可以進行到這個瓦礫堆裡面去奪取它的核設施，或者是它的一些濃縮鈾，但是這個階段是你要怎麼處理這些核能呢？風險就是它擁有這些核設施的放射性物質，一般的士兵是無法去執行的，需要科研人員在戰場上，對他們來說，這個生存難度也太高了吧。好，再來就是，如果你真的奪取了這些核設施，但是你根本就搬不走啊，因為達到了40到50個這一種特制的鋼瓶裝載着，還需要多輛的卡車，到底要怎麼樣搬走呢？最後，同時也是撤離階段了，同時是被視為最危險的時刻，整個部隊必須要再次的起飛。行動路線恐怕遭到伊朗給掌握，必須要避開來全面追擊，而起飛的階段就是最容易受到打擊而全部殲滅的階段了。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了這個任務的難度到底有多高？美軍是否重演當年的黑鷹悲劇？對，這位美軍退役中將沃特爾講得非常好，他已經把7關會面臨的難題通通講得非常清楚了。但在歷史上面，我來舉這些例子，大家就會發現說，他講的的確不是危言聳聽。為什麼呢？好，我們先看哈，就是在1980年代，這我們提過，叫做鷹爪行動。在這次鷹爪行動是為了要救出66名在德黑蘭的伊朗人質，對不對？於是就派出了8架直升機要去把人質，因為他們都算好了。派出美國最大的 CH-53重型直升機要去救這些人質，66個人，再加上美軍的特種部隊，這樣算進去的話應該夠了。然後還有護航的戰機，結果你知道他們千算萬算就沒有算到一點，哪一點？沙塵暴。結果2架直升機在沙塵暴之中，你看不見我，我看不見你。當時還沒有 GPS 系統，1980年的時候，2架直升機撞在一起，造成8名美軍死亡。這個行動。馬上去問，請問卡特總統這件事情怎麼辦？當時就馬上下令取消了。為什麼？因為這已經沒有辦法再達成任務。就算特種部隊能夠進到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解放出人質的話，也來不及用直升機再運到當時海外的2棲突擊艦上。大家要知道，在1980年，美國就已經具有2棲突擊能力的突擊艦，就現在我們常在提到的。就迪利波里號啊，或是全獅號像這樣的船，美國當時就有了。可是因為長距離奔襲，所以說今天沃特爾所提出來的這些問題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點，你必須要有絕對制空啊，然後你要選派的人，我們現在就要先點出來，不可能是特種部隊，特種部隊幹不了這個活兒。為什麼？因為這個就是要去奪取，你要去搬人家的
濃縮鈾，大家要知道，那個濃縮鈾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麼一小顆，或者是像一個手提袋就可以拿得起來的。這些濃縮鈾都要放在特制的儲存槽啊，然後它移動的話要放在更特殊的鋼瓶裡面，它才能夠移動，這要非常小心的。所以你必須要有專業的核設施處理人員，不是特種部隊。那特種部隊他們沒有受過這樣子的訓練，所以說你必須要有懂的人。那些人坦白講，根本就算是科學家，而不是軍隊。就算他是特種部隊裡面特別挑選出來的精英，懂得怎麼樣防範啊，像這個銫137的外泄啊，大家知道，還有鈾原料啊的那個輻射外泄，這個都是屬於專家級的士兵才能夠做得到的。那你有多少像這樣子的士兵？當你奪取了之後，你又怎麼樣可以安全的運出來？這都是非常非常專業的問題。然後我們從頭開始講，他一進到那個伊朗領空的話，伊朗不是委內瑞拉，他有他的空軍。我說一句實在話，他還是能夠跟你奮力一搏。你要取得絕對的空優，你才敢派這樣的部隊下去，對不對？那如果沒有的話，你隨時都可能遭遇擊落。你一旦擊落，損失的人員不用多，專家損失了5個人，整個計劃奪取濃縮鈾的計劃就泡湯了，就失敗了。為什麼？因為只有專家才能夠移得動那些東西，我們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然後你降落之後，就像我剛才講的，1980年代發生的那個事，伊朗根本還沒有找到美軍的位置，美軍就互撞，整個行動就失敗了。然後再到什麼？再到我現在要拿出來的黑鷹計劃，過了13年之後，所謂的黑鷹計劃 （Black Hawk Down） 其實不是 Black Hawk Down， 其實不是計劃，是根本黑鷹就是被擊落的。而且黑鷹是被什麼東西擊落的？被索馬利亞的民兵用最原始的，什麼東西？火箭推進榴彈，還不是防空飛彈。那個火箭推進榴彈，那個是打坦克的。他結果你知道，士兵躺在地上，對着天空一打，這個 Black Hawk 黑鷹飛過去之後，竟然中了，而且他每次都瞄得很準，都中這裡，中什麼？中尾旋翼，一中尾旋翼，整架飛機就報銷了。所以在黑鷹墜落事件裡面，總共有3架黑鷹墜落了。所以當初只是要把穆罕默德這個種族清洗的大軍閥給抓起來，把他的議員跟內政部長通通抓起來，送到國際法庭去審判。結果你知道，變成一敗塗地的行動。然後克林頓灰頭土臉。當時還有一位美軍飛行員，就是這個 MH-60的飛行員，然後他被俘虜之後回來，遭受非常不名譽的待遇。為什麼？因為他等於是投降了啊。那在戰地裡面投降的話，那是不能見容於國內的輿情的。所以整件事情對美國的這個輿論影響非常的大。所以你今天如果說有6架直升機或12架直升機進到了伊朗的領空或者領地裡面，你怎麼樣能夠安然退出來？最後，就算這些都成功了，你要搬上什麼飛機，它才能夠運得走？一定只有一種飛機，叫 C-17全球霸王運輸機。這種運輸機沒有足夠的跑道，你下不去的。所以你要有絕對的空優以及地上的優勢。我覺得可能川普大概異想天開啊，這個事情你如果說真的要做起來的話，那是世紀大行動，對伊朗這樣子有主權能力的國家而言，根本行不通。好，現在伊朗就是面對美國這個核行動，另外一場可能会進行的這個地面戰來勢洶洶，看來是硬碰硬了。因為伊朗他也最新放話了，接下來他說他要考慮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意思就是會走向核武化嗎？我們現在看了一下伊朗手中大約呢，他這個走向完全核武化，距離這個目標到底有多遠？現在他手上有400公斤60%的濃縮鈾，200公斤20%的分裂材料，也就是說它可以快速提升到90%。這種武器的等級會不會在美國的硬逼之下，逼得伊朗現在乾脆全面擁核？那它最快可以多快造出核彈頭？上這個又怎麼看？是的，這次的中東戰爭哈，核彈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神秘跟曖昧的邊界。怎麼說呢？因為我們知道美國、以色列都有核彈哦，那伊朗到底有沒有核彈？其實這次最後就認為要打擊伊朗的核能力或核武器，
所以即使師出之名吧，或者以色列非常在意這一點，就是不要讓伊朗擁有，是開啟這場中東戰爭的最大關鍵了。好，話說這次如果後面打得不可開交，包括地面部隊或等等，美國會不會最終對伊朗丟一個小當量的核彈呢？或者以色列呢？現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被炸到快要爛掉了，對，會不會呢？所以核彈這個邊界不只是它是一個這次中東戰爭起始的問題，未來還是有可能會要面臨。當然，現在伊朗到底有沒有能力？特別是大家因為看到這次伊朗打美國打的真是下丟哈，所以會變成是說，萬一美軍失敗，這個很難想象的命題的話，那伊朗如果真的能夠自主，包括現在荷姆斯海峽有好多的戰略的自主，非常的鮮明。他們會不會很快就要做核武？我相信會的哦。如果只要伊朗這次能夠喘息下來，因為在這次如果伊朗已經擁有核武，難道會打嗎？所以現在如果伊朗有任何的機會，再加上全世界都知道，雖然沒有錯啦，伊朗在被制裁禁運的過程，現在在外界包括聯合國方面原子能總署部分在掌握伊朗的所謂的這個核武的能力的時候，大家有一些統計，有一些地點，有一些材料的最後的歸納，比如說現在在伊朗方面，它的孔達布這個地方就是重水的生產區，重水是生產后面生產這個核裂變的這個布，另外一個這個很重要的地方。另外納坦茲都知道，它這個濃縮鈾裡面都在這裡，而且它裡面有1000多台離心機，繼續要把它的現在60%的這個濃度要繼續的提升，還有福爾多那邊也有燃料的濃縮廠。好。這是國外發現的，難道伊朗就只有這些嗎？對，其實外界其實都不知道。當然，現在這個60%距離大家公認的這個所謂這個U235作為軍事用途的90%還有段距離。但是伊朗真的只有報60%嗎？所以伊朗真的是不是神秘兮兮，而是外界當中能掌握的情報有限。就像這次一打仗，到底伊朗的導彈能力能夠做到什麼樣的地步？不是只能打2000公里嗎？就告訴你4000公里也沒有問題。好，所以作為導彈哦，我們現在看它的這個空氣力學跟整個彈道等等的，這個包括遙控的等等的，還有包括衛星的，這很難呢，好像比核彈頭還要難，所以核彈頭很難嗎？不點都不難，而且伊朗它的所謂的裂變的材料全部都有了。好，剛剛思敏問最快什麼時候可以做？現在國際都公認它幾個月都做得出來，材料全部都充足了。現在只是有些忌憚，因為如果伊朗你真的有核武器了，這個東西被驗證的時候，大家真的打你了，甚至連中國、俄羅斯可能也都會忌憚你。對於伊朗的所有的國際戰略關係來說，所以伊朗這個曖昧不明。不是他曖昧不明，而是大家真的沒有真正掌握至於他真實的狀況，他能不能生產核彈。而這件事情不只是在先前打中東是因為中東戰爭打伊朗是這件事情，未來伊朗如果持續還是往核能力武器的方向，在這次美軍如果真的失敗的情形之下，這個中東的波動、以色列的不安還是會持續下去的。對，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伊朗在恐怕幾個月的時間就有能力可以做出武器級的這種核彈了。那麼，所以川普他堅持，他希望能夠打他的地面戰，但是呢，現在碰到的問題也蠻尷尬的，就是副總統范斯跟他是完全不同調的，還有他的盟友也跟他完全不同調。副總統范斯對外說呢，這個場戰爭啊即將要結束，而且是1年之內他不需要再出兵伊朗了，這是來自於副總統范斯的最新說法。另外就是盟友西班牙也出手了，宣布禁止美軍飞越領空去攻擊伊朗。這一場殘局到底要怎麼收拾？大師怎麼看？對，現在因為川普事實上等於說深陷泥淖，那這些有關的可能去打哈爾克島啊，或者這個荷姆斯海峽附近的什麼幾個島嶼啊，還有就是就是說去把這個伊朗的濃縮鈾啊把它奪下啊，這些都是媒體在報道的。我想這都是川普可能他的軍事顧問提出了幾個可行的方案，如果要擴大的話，這幾個可能是比較好的切入點，可是都沒有說要全面就是說從陸上進攻伊朗，完全沒有這個計劃。那如果不用這種全面進攻你佔領大批土地，或者甚至把德黑蘭打下來只要伊朗不投降，伊朗不棄甲役兵不怎麼樣，高層不逃亡的話，這樣戰爭就會打下去。那所以這個現在就在比耐力了。不過川普的問題比較多，因為川普他可能就是說，他除了這
這個軍力上好沒有辦法達到目的，那國內的意見越來越多。美國上個禮拜已經有900萬人上街頭了，對，都針對川普的，對，這對他是很不利的。第二個就是說，這個能源危機的可能，全球性能源危機可能爆發，這爆發以後一定會造成美國的能源價格高漲，那會更加劇他內部對川普執政的不滿。所以現在看起來比較脆弱的應該是川普這一方。所以呢，我覺得川普可以收場的，第一個，他當時找范斯出來就已經有一點點想要收場的味道，因為范斯從頭到尾都不贊成這場戰爭，他是反戰，而前一陣他也公開對批評內塔尼亞胡，說你們那個時候認為斬首行動成功就可以帶動的這個伊朗的政權轉移，這是過度樂觀的期待。這個東西他有一點把這個推出去了那范斯又講說這個東西可以結束還1年之內不需要再動用兵力這都是一種可以找到台階下的一個說辭。所以現在還是看川普一念之間啦。那我覺得就是說，川普應該是一個很識時務的人，他會塔口，而且他又面臨自己給自己的一次挑戰，就是4月6號。因為他那個延長10天到4月6號就要面臨了，所以他必須要做出決定。是，那4月6號再延長一次的話，那就可以看出來川普不想打，不想打的話，那伊朗又不配合的話，那川普就要發揮他自己的創造力思考。宣布勝利以後退出。川普在今天上演的這一場脫口秀，原因是什麼呢？嘴巴喊說要暫緩打伊朗，達到5天。那為什麼要這麼做？是為了要來救經濟，包括了股市跟油價。民調嗎？還是他另有打算？川普現在正在等的是他的2棲艦，還有5000名的陸戰隊，準備對伊朗發動下一波總攻擊，更大的攻擊，可能是哪一個呢？今天我們一起來關心。我們先來看到最新，川普23日在他的社群上面再放話了。他說，過去2天呢，美國跟伊朗之間進行了一個非常良好、富有成效的對話。本周呢，我們會繼續的討論。並且他說了，接下來會暫緩對伊朗的發電廠跟它的能源基礎設施的攻擊，都會停止，達到5天的時間。但是他最後再補了一句說，這個還是最後得取決於整場的會議跟討論是否達到成功。這個消息一出，看起來是不是美國就不打伊朗了呢？激勵了包括我們來看到油價跟這個金融市場的反應，油價是立刻暴跌，幅度超過了13%，油價每桶正式跌回了$100以下。來看到股市的部分，道瓊指數狂飆了631點，納指同樣是狂飆了299點。在這些金融市場反應完，還有川普的話說完之後，伊朗是立刻打臉了川普。看到伊朗怎麼說？他說完全沒有跟美方進行任何的溝通，也沒有透過任何的中間人來做協商。伊朗說完之後，川普又在接話了。川普說呢，我不清楚伊朗在說什麼。美伊，我們明明就是在昨天晚上有確切的進行會談啊，這次將會達成協議。川普也說了，當時去跟伊朗交涉的人是美國的特使魏科夫跟他的女婿庫許納。那麼我們也特別來看到專家分析了，為什麼川普會頻頻的在這個此刻放出各種的好消息，其實有3個原因。先來看到第一個，就是要救股市。確實剛剛看到了股市，美國股市的部分是已經有所反應了。那麼還有就是要壓低油價。確實這個油價有一度是壓低，但是在伊朗否認了有跟川普通話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油價又再度的回漲哦。再來看到的是第2件事情，他們說川普啊，現在其實是在為自己爭取時間，等待的就是從亞洲這邊過去的2棲攻擊艦，還有5000名的陸戰隊，等着他們登陸到中東的時候，才會來做2棲登陸跟遠程打擊，來攻擊伊朗。這個是後面川普等到這些武器到了之後才會做的事。另外，來自於最新的媒體報道消息，美國現在正在加速的增兵中東，尤其現在正在研擬的是登陸奪下伊朗的石油命脈。我們討論非常多的哈克島。第3件事情，現在川普還暗中扶植伊朗的議長，希望
透過議長讓他上位，有美國的這個影子在這當中。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也來特別關心，其實呢，我們也提到了川普多次的 TACO 嘛，過去也有非常多次的經驗。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他多次的警告伊朗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打擊，但是最後就是空襲一下，還有有限的反擊而已，被人家笑說你是在 TACO 吧。第二件事情，他也曾經對伊朗畫了很多紅線啊，聲稱說你如果觸碰到底線，我會報復。結果幾乎是沒有任何的升級行動。那麼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我們就來假設說，這一次以軍事來說，川普是為了在預做準備，等2棲攻擊艦跟這個陸戰隊到了要做攻擊的話，那他的戰術會是什麼？他又會如何做反擊？我們看到川普他講話我跟你講，從來不必打草稿，你知道嗎？我們跟伊朗有非常重大的進展，你知道嗎？非常有利的談判，利器的利，代表什麼？代表說真的跟伊朗這幾天來有重大共識，所以我延緩5天，延緩5天幹什麼？對哈格爾島有這個重大的伊朗的能源設施發動準軍事攻擊。哇，那這個新聞一出來，就代表什麼？代表利多嘛，一利多，那開始油價洗三溫暖，股市也跟着洗三溫暖。油價你知道，北海布倫特原油本來是100塊，對不對？一桶，結果一聽消息大好，油價跌了13%，變成87塊美元一桶啊！結果有一個人跑出來，叫做卡利巴夫。卡利巴夫是誰？伊朗國會議長，也就是川普口中現在最有可能會取代就是說這個不管是哈米尼或哈米的兒子不能夠真的親自主持的話，可能是卡利巴夫會出來，他就一頭霧水，跟半島電視台記者說：“你在說什麼？我們哪裡有跟川普有任何談判，對不對？他是自己在編故事嗎？對不對？”他說：“絕對不可能的，伊朗還是要進行這個偉大的報復。”他一講，油價又回去了，你知道，又跑回100塊美元去了。所以我們看這個，你會覺得說，這個是真正的民生經濟，在川普的嘴巴裡面變成一場兒戲，你就會覺得這個人講話完全沒有信用。但是我們也快要反過來看，因為我們特別注意你的軍事行動是怎麼在做的，但這方面是屬於比較認真的東西。那2艘那個就是2棲突擊艦已經到了紅海，也就是阿拉伯海那邊的外海，準備要進入荷姆茲海峽。這2艘船要特別介紹一下，他們就是閃電航母。什麼叫閃電航母呢？閃電航母就不是真正的航母，它只是搭載着閃電戰鬥機的航母，也就是 F-35。也就是說，這個是美國在因應他們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可能不如在冷戰時期還有那麼多組的情況之下，美國國會、美國憲法規定你一定要有11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可是現在還沒有了，它只剩下10個，因為尼米茲號要退役，福特號還上不來，所以說他們就把規模以及排水量比較小的閃電航母，它搭載了 F-35戰鬥機之後，它不但可以自衛，它還能夠攻擊。本來2棲攻擊艦的作用不是這個，他們是負責搭載陸戰隊的，每一艘都可以搭載2500名陸戰隊。我現在講2500人，你會覺得說，哎，對啊，我們坐郵輪也是2500人啊。對不起，它上面還要載很多重武器跟重裝備，因此4萬噸的2棲突擊艦，它就必須要帶上2500名陸戰隊員，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緊緻的設計，它還要載戰鬥機，它還要載油料，它還要載飛彈，所以說這2艘分別是黃蜂級的全獅號以及那個美利堅級的迪利波里號，這2艘最新的閃電航母已經到達那個，就是說它的前進部署的預置點的話，就是如果今天赫克塞斯在收到川普的一聲令下說談判失敗，打你就要往前了。往前的話，你最終的目標就是哈克爾島，就是哈克爾島。對，那這個島打下來之後，可能也是一場噩夢的開始。為什麼？你打下來之後，你就在伊朗飛彈的範圍射程之內了，他就可以直接對付你。為什麼？因為哈克爾島距離伊朗才30多公里而已，很近。如果他今天前線部署的話，你就必須要先用閃電航母上面的戰鬥機去把沿岸可能威脅你的這些飛彈設施先給摧毀。
所以到時候他的戰爭就會變成說，你就真的進入了伊朗本土的戰爭了。那這些陸戰隊他登上了哈克爾島之後，就等於宣示美國力量進入這邊。那你真的有地面部隊上去就代表你可能要再上去，伊朗本土你是不是要去攻？那對不起，你現在的航空母艦戰鬥群是不能夠支應的，你要有更大的後勤能量。那現在盟邦都不願意幫忙的情況之下，川普要從本土再調船團去支援，所以川普一直沒有下定決心的原因就是說，那個就是進占本土的準備。你有這種後勤支援嗎？現在看完全沒有，你沒有滾裝貨輪，你沒有大型油輪，你沒有艦隊快速補給艦，沒有跟着一起走的話，那這個戰爭行動會拖得很長。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到現在還在洗三溫暖的原因。對，好，所以我們就要看下去，接下來這個5天之後，川普是不是真的會攻進去？那如果攻進去，就是哈克島，等於也進入到伊朗的本土，這是付出的代價是会非常大的。那同樣的問題，請教大使又怎麼看？為什麼川普說快達成協議，結果伊朗又打臉？他是為了就是救經濟，所謂的包括股市啊跟油價，他希望壓低，還是他真的在準備接下來要來進行更猛烈的攻擊？川普通常都是要價很高。哎，他那個話講的都很狠，就因為講的太狠，就無法實現。到最後他自己要找一個時間下台，而且他喜歡用这種時間壓力，只有2天，对。可是他玩得很純熟，他談判技巧真的很純熟。時候到底說，我再延5天，5天以後呢，他說再延2天。所以川普他口是有名的，那因為他什麼事情都從談判的角度來看。他從談判的角度來看，他會覺得自己很聰明，對，我這個唬你一下，搞不好我就達到目的了，你搞不好就屈服了。我最後這個艾迪美敦輸下來，你就對方想一想說，啊算了，我就讓步了，搞不好就賭贏呢。那沒有賭贏，他看也不行的話，油價又上來的話，他這一招是蠻高的啊，再延5天，對不對？所以他這個人家叫什麼？這個有的是叫什麼腦啊？他這個腦，他叫談判腦。談判腦，事實上的話，用一個最高統帥一直用談判方式來處理問題的話，太片面了，就會變成大家都感覺到你講話沒信用。談判基本上就是詭計百出，也不講實話，哎，那都全講策略。可是你做一個美國總統的話，你如果老是做這種決定的話，你就威信盡失，威信盡失。那現在他這個可以看得出來。他一定是取乎上得乎中，最後呢拿不到的話也就算了，對。比如說遇到強的，最重要的就是跟中國大陸的貿易談判嘛，對。他給你停戰1年，最後說還要再停戰1年，對。然後呢你降，我們大家都降稅，本來120%給你降到現在50幾%，他可以退的。川普作為一個這個所謂的談判腦的美國總統，他是有很多退的這個空間的。所以你會發覺大家都很緊張，只有他老兄一個人老神在在，因為現在刀抵着你，對不對？我也可以現在搞的事情鬧大，對不對？我的刀收起來不抵了嘛。對，我打你，我最後我也可以不打。對他，我想他的智商應該在莫迪之上。莫迪先生打敗仗還可以說全國放假10天慶祝勝利，那川普智商覺得比較高啊。所以川普有收的空間。他也有收的把握，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部分應該是一種怎麼講呢？最後通牒，然後呢展開談判。那伊朗是被耍了，伊朗說你根本還沒有開始跟我談，你就說已經談了。那川普講說打仗誰說要跟你講實話的？對，欺騙你，為了國家利益欺騙你，為了打仗欺騙你，天經地義。哎，這個是他的思維方式。所以我覺得現在。伊朗也不會放棄這個機會，伊朗也會談，也會談。那談打談，邊談邊打，那是常態。哎，可是我覺得就變成現在雙方都覺得有機會談的話，搞不好5天以後真的川普就說宣布勝利以後然後呢收兵。是。
好，那現在的關鍵就是說，那川普下了最後的通牒，但是美伊提出來的各種條件，雙方能夠達成共識嗎？因為看起來裡面是有一些項目，雙方是很難達成共識的。其中我們來看到幾個，先看伊朗他提出的要求，必須徹底的結束戰爭，那麼美國撤軍，並且關閉中東所有的美軍基地，還有賠償戰爭所造成的損失，這是來自於伊朗。那我們來看到美國說，伊朗必須停止核計劃，拆除濃縮鈾的核設施，還有撤銷限制彈道飛彈的計劃，停止支援代理人戰爭。現在看起來的停戰條件有可能嗎？另外就是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川普現在是否要扶植這位伊朗的議長上位，來介入在伊朗的政權當中？上志哥怎麼看？首先我們看這個整理出的伊朗提出的條件跟美國提出的條件，大家不要誤會了，我覺得好像大家真的已经提出條件在談，沒有的。伊朗每一天其實都有記者會。這都是過去歷來，因為每一天都有人有記者在問伊朗現在的這個外長，還有包括開記者會當中負責的那個領導人，問他們說，到底現在是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停戰？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條件，不是他們現在跟美國談這個條件哦，是歷來在問的時候，比如說我們現在前3項。這是更早之前，很早以前就已經提出來的，所以大家不要誤會，這只是說過去記者在問的裡頭。因為記者有個最新消息是什麼？英國《泰晤士報》在我們錄影前的1個小時才剛剛說，才講說，川普真的是已經有在談嗎？伊朗在談嗎？《泰晤士報》說沒有的。說現在能夠代表川普去談的就只有一個人，就是魏克夫。那麼魏克夫他說現在根本沒有任何的管道能夠伊朗談，而他正在尋求透過巴基斯坦，而且沒一撇，巴基斯坦也沒答應，伊朗也沒有答應哈。所以真正我們要看的部分，誰能夠代表川普去談，其實也沒有太多。我們這個電視牆當中講說庫許納更不可能，因為庫許納已經被公認知道，他就是影響川普在當時決定開戰的那個人，而且就是斬首行動當中推動的那個人。我覺得庫許納如果沒有被伊朗視為非要把他殺掉不可，都不可能了。而且我覺得必須要來看，為什麼我覺得可能性很低，尤其在伊朗。首先，我們現在在台灣感受到的，或者在亞洲感受到的，主要都是歐美。台灣自己沒有派記者這次去中東採訪，一個都沒有。所以我們都在歐美媒體都覺得是川普的這個節奏，川普的起伏，我們跟着他起跳。可是你真正來盤點，理性來盤點，到這一次來看，伊朗是什麼？伊朗是人家的哈梅尼，是他的政教領袖，他們的神欸。他们的神被殺了，被斩首，整個伊朗被斬首了50幾個以上的所有的領導人呢，包括先前最新的拉里賈尼，而且最近其實國外媒體都說，拉里如果真的要跟伊朗談，其實拉里賈尼有可能，因為他跟美國打交道已經幾十年了，他在這個外交各方面來講，而且他在整個伊朗當中算是比較改革派的，結果你把拉里賈尼也把人家斬首了，對，所以首先第一個斬首行動不是我們在想說死了就算了，人家那個是深仇大恨。我看現在包括半島電視台裡頭，現在每隔幾天、每隔40天就在為他們紀念的這個儀式，是幾萬人在德黑蘭的街頭在為他們悼念，這個都沒有停的。所以第二個部分我講說，現任的領導當中怎麼會輪到這個議長呢？而且不是暗中嗎？暗中為什麼媒體都報道出來？所以人家當事者都說沒有，就沒有我啊！而且都現在講說都知道怎麼樣也要目擊塔巴吧，人家是現在新任的神新任的政教領袖，而且拉里賈尼結束之後，誰是真正的能夠取代的，還要看穆吉塔巴指定誰。如果沒有出來之前不知道的，而且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了。現在不是川普要不要停？伊朗現在跟以色列之間，他們的這場戰爭是幾十年、上百年有延續的一點宗教戰爭。最近在國際輿論當中，學者在分析，這裡頭們包含他們自己本身所謂的末日，也就是說大家互相要把對方置對方於死地，對以色列於死地，以色列要伊朗於死地。這個不是現在這種我們看到國際政治、財經的這樣子的元素而已，它深層的這種宗教仇恨，末日要達到末日的這個宗教的目的，可能是在有更深層。這些加起來，你覺得可能會輕易就談，很可能輕易就5天之內就可以談完嗎？